大家好，我是韩剧 TV， 今天我们一起看《不可杀》第2季。失去灵魂的活变成了新的不可杀，而作为不可杀的女人获得了活的灵魂，变为普通人。活怀恨在心，先捅了女人2刀，然后质问她为何连自己无辜的妻儿都不放过。女人却说她留下了另一个夜报，而自己会带着她留下的伤痕转世。说完便化作了灰烬。赶来的士兵发现活变成了新的不可杀，以为活将家人和下属都献祭了，便回去向将军禀报此事。将军痛苦万分，朝廷下令将不可杀肢解后埋进地底。活独自来见将军，将军问他是不是杀掉了女儿和孙子。活回答说，因为不可杀在他小时候救过自己，所以他心软了，才害妻儿遭难。他跪下请将军裁决自己，将军心软想放他走，但下属却想封印活立功。他一剑捅伤将军，而后准备斩杀活。活正想动手，将军却阻止了活，让活和他一起离开。将军伤势严重，已无回天之力，临死前让活发誓，绝对不要吸食人血，并且必须保持人性。活把将军和家人埋葬在一起。神婆告诉活，之前的不可杀夺走了活的魂，所以他才会变成新的不可杀。活心怀仇恨，决定无论多少时，他都将找到那个女人复仇。人臣倭乱，倭寇随意乱杀百姓，就算到处都是尸体，活也遵守着和将军的约定，只吸食动物的血。他将女人的画像挂在城墙边，路过的平民说自己在别处见过这画里的女人。根据平民的话，活找到了一个老人，这个老人供奉着女人的画像。活便向他打听，老人说自己已经将那女人杀了，他也不知道当时为何非常想杀了那女人，还想得到她的魂。除他之外，还有很多人也在窥伺着他的魂。原来是活之前杀的鬼怪转世来向他复仇了，因为活的魂被那个女人夺走，所以在鬼怪转生后都在追杀那个女人。老人知道活是不可杀之后，起了歹念，想要生吃了他。活将其反杀，他必须要抢在转世怪物之前找到那个女人。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，这个叫香云的女孩正向同学抱怨自己的双胞胎姐姐总是神经兮兮的，突然注意到了窗外的车，这个车牌号为3847的车从学校起就跟着她。她匆匆逃回家，妈妈还没回家，家里最小的妹妹10号在吃泡面。香云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双胞胎姐姐双颜，双颜惊恐地说不可杀追来了，便带着香云坐车逃走。香云在车上止不住发抖，双颜意识到什么，然后看了司机一眼。下车后，客运司机一路跟着他们，双颜掏出刀威胁他，司机却推开他，说香云的魂味道很熟悉。好在保安赶来阻止了司机，双颜带着香云及时逃离。香云什么都不懂，大骂姐姐是神经病，她哭着想回家。双颜只好耐心向她解释，说自己记得前世的事，那些追他们的人都是怪物转世，其中最可怕的就是不可杀，他肩膀的伤口就是不可杀留下的。双颜将香云寄托到上一世妹妹的家，叮嘱香云千万不要回家，而自己要去把业报做个了结。但香云还是偷偷联系妈妈，妈妈接她回家，在楼道遇到了双颜，双颜让他们赶快逃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楼道的灯骤灭，不属于人类的声音从楼下传来，三人只好先躲进家里。门突然被大力打砸，妈妈吓得报警，双颜砸墙想让香云从邻居家逃走，但对面却被堵住了。双颜只好将香云塞进衣柜，叮嘱她藏好，不要出声，从此以后低调的活下去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并找出消灭不可杀的办法。怪物破门而入，香云躲在衣柜，听着妈妈撕心裂肺的叫喊和怪物的声音，香云忍不住出去看，妈妈倒在血泊，双颜全身是血的对她说快逃。香云捡起双颜的刀对怪物冲了上去，警察及时赶到，现场惨不忍睹，但好在香云还活着。等活追到医院时，发现香云早已离开。香云带着妹妹10号向阿姨求助，阿姨收留了他们。15年后，活找到了这里，但邻居却说住在这里的人一夜之间全搬走了。香云先改名叫贤珠，在老家拆迁前回到家里看最后一眼。她很抱歉小时候没相信姐姐说的话，但这15年她确实做到了低调且不相信任何人的活着。由于那晚太害怕，她始终想不起来姐姐说的消灭不可杀的方法。此时没有想了，活来到了这里。不可杀第2集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可杀的业报永无止境的轮回，活和香云只隔一扇门，他能否拿回自己被夺走600年的魂魄？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